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传说霸王龙并没有灭绝，它们变成了鸡，鸡才是地球真正的霸主。几亿年以后，地球上根本不会有人类的痕迹，反而是鸡，它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标记着地球。鸡真的这么神奇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们的故事。这只鸡爪看上去很新鲜，是不是就像袋装的泡椒凤爪一样？但事实上，这是一只恐龙的爪子，来自1亿年前，被一个巨大的琥珀包裹了。也许有人要说，这哪是什么恐龙啊，分明就是一只鸟啊。确实，这个化石复原以后，谁都能一眼认出来这是鸟，不是什么恐龙。但是在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羽毛以前，科学家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小型恐龙。直到最近10几年，中国、蒙古出现了这种恐龙带羽毛的化石，东南亚的矿坑中也发现了这种一目了然的琥珀。科学家们终于改口了，这种化石叫做反鸟类，是已经灭绝的原始鸟类。同时，长羽毛的大型恐龙化石也在全世界各地不断被发现。恐龙中的似鸟龙、似鸡龙、似鸭龙、似驼龙等等类别，可能最终都变成了今天的各种禽类。就连我们印象中最凶猛的霸王龙，也逃不过长羽毛的命运。2007年的时候，一个叫做阿萨拉的遗传学家说，他的团队从霸王龙的化石中提取了蛋白质做分析，对比以后发现最接近的就是鸡。这真是个劲爆的结论，已经有很多爱好者开始重新复原霸王龙的样子了。科学家们也给鸡安上尾巴做研究，还说这个走路姿态应该就是霸王龙的样子。不行了，科学家也开始毁童年了。鸡身上至今保留着恐龙时代的远古 bug， 比如为什么鸡每天都下蛋，为什么鸡看到鸡蛋被拿走也不生气。这些 bug 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：鸡和恐龙一样，没有腰间巨蟒，它们把生殖、排泄、尿尿全部进化成一个茶壶，叫做泄殖腔。小时候看到公鸡飞到母鸡背上，还以为它们在打架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公鸡在倒茶，倒完一壶茶，双人运动就结束了。虽然缺少那挺大核重炮，但公鸡的炮弹可比人类要猛多了。人类的子弹在母体当中只能存活几个小时，最多也就72小时。公鸡的炮弹在母鸡体内平均能活14天，最长能活21天。这样，在野外环境中，母鸡只要1个月保证至少碰到2次公鸡，就能让自己体内始终有弹药可以用。古人看到母鸡天天下蛋，又很少看见它们和公鸡当众运动，古人就以为母鸡在鸡窝里是随时都被公鸡上上下下的公交车。但事实上呢，母鸡1个月只需要运动2次就够了，人类才需要天天运动。母鸡体内还有一种非常强悍的机制，那就是它可以选择是让这个公鸡的子弹在自己体内变成受精卵，还是让那个公鸡的子弹变。而且鸡非常聪明，它们至少可以记住100张不同的面孔，这个能力从小鸡破壳后第2天就已经有了。所以在鸡的世界里，绝对不存在他妈都不知道他爹是谁的情况。这样呢，公鸡就得把自己长得非常好看，花里胡哨的，还配个高音喇叭，在双人运动前让母鸡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到时候好选择自己的子弹。还有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公鸡其实长得比你看上去的还要花好几倍，因为鸡的眼睛当中有5种视锥细胞，人类只有3种。它们除了看到人类眼中的红、绿、蓝以外，还可以看见紫光和紫外光。紫外光让鸡总是比人类提前看到太阳出来了，这也就是公鸡打鸣的原理。它其实是在说，天亮了，该起床运动了。这样母鸡体内就始终有丰富多彩的公鸡子弹，那么自然就是排卵越多越好。接下来就是孵蛋了。小时候偷过鸡蛋的朋友一定都发现了，母鸡会数数，它们一般是数着差不多5、6个，有1窝蛋了就不再生蛋了，开始孵蛋。但是在野外环境中，恐龙蛋被偷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母鸡与其花那个精力去保护蛋，还不如赶紧再多下几个。所以1窝蛋在长满之前你去偷蛋，这样母鸡就会一直下蛋，一直下不满。这样的进化模式就导致了鸡身上的2个 bug。第一，即使看不见公鸡，身体依旧会不停的产卵下蛋。第二，只要蛋长不到固定的数量，身体就会不停的下蛋。现代的养鸡场就是利用了这2个 bug， 培养出来每天都下蛋的纯种蛋鸡，变成了人类的下蛋机器。这些蛋并没有公鸡的子弹，所以孵不出小鸡。超市里冰柜99%都是这种鸡蛋。正宗的山野土鸡蛋，很可能在你打开它的时候，里面都已经有半成型的小鸡了，你还敢吃吗？
如果你说这是人间美味的极品毛鸡蛋呢？目前，人类利用这个 bug， 在全球养殖了42亿只蛋鸡，正在疯狂的下蛋。最厉害的一只母鸡，一年365天下了371个蛋。这42亿只蛋鸡，一年要完成9600亿只鸡蛋的 KPI， 平均每只228个鸡蛋。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公鸡，一辈子都长不满那窝鸡蛋。在人类的激素和饲料的刺激下面，它们一天18个小时都在疯狂的啄食。那些下蛋少的直接被人工筛选掉，这叫做剔除不良基因。还有那些孵化出来的小公鸡直接被加工成蛋白质饲料。这就是悲惨的蛋鸡。还有比它们更惨的，那就是肉鸡。肉鸡的数量多到足以影响地球的结构了。就在现在，全球的饲养场里一共有250亿只肉鸡。2019年，人类一共吃掉了770亿只肉鸡。数以亿万计的鸡骨头被埋到了垃圾场当中，它们会变成化石，成为地质年代的标记。地球有46亿岁，在某个时间段当中，地表如果出现了重大的变化，那么亿万年以后，这些变化就将被埋到地层当中。现代的人类就是靠地层中的这些记号来解读地球历史。比如20亿年前的地层叫做造山纪，那个时候地层中留下了非常多的造山的痕迹。6.3亿年前叫做震旦纪，那个地层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多细胞生物。4.2亿年前叫做泥盆纪，地球像个大泥坑。1亿年前叫做白垩纪，恐龙称霸。那人类称霸的这1万年，我们改变了哪些地表结构了？金字塔吗？混凝土吗？钢铁洪流吗？其实这些痕迹都将被时间彻底抹掉。科学家讲过一个段子，说是亿万年以后人类灭绝了，外星人考古学家来到了这颗美丽的蓝星，他们发现蓝星上曾经有过一个鸡星纪，这个地层当中有无数的鸡骨头。他们会说有证据表明这群蓝星鸡会使用化石燃料，会制造塑料，建造城市，而且他们的文明程度应该相当高，因为这个地层中还发现了非常明显的核污染的痕迹，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利用核能，不排除他们飞出过蓝星。但是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体灭绝了，这是一个考古之谜。为了破解这个谜团，有学者认为蓝星上还发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乱葬坑，预计每个坑当中都有上千亿只蓝星鸡被掩埋。这些坑里面还发现了数量同样惊人的微塑料。也许这群不幸的蓝星鸡碰到了一个很变态的外星文明，他们每天都要用数以亿万计的蓝星鸡混合着微塑料一起掩埋，可能是在献祭他们的神明。似乎有化石证据可以证明这群外星文明的存在，但是蓝星鸡灭绝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考古学家们进一步研究。这是个段子，但也是科学事实。人类目前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并不是自己的文明，而是微塑料、核污染、少量的钢筋混凝土，还有大量的鸡骨头。10多年前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学姐突然说，你想想恐龙，他们会不会也和鸡一样，我们从地层里看到的恐龙也都是一瞬间被灭绝的，也都是有大量的化石，也是平均分布在地球的各个地方，也有各种若隐若现的文明证据和史前传说。那会不会他们也是食物了？那些陨石、火山、核冬天也都不是为了灭绝他们，而是一场恐龙主人的星际大战，最后让整个地表陪葬。还有，为什么最开始发现的恐龙都没有羽毛，而现在又说恐龙有羽毛？想想冰柜里的鸡，它们被屠宰好以后也都是没有羽毛的。为什么鸡头被按住，在眼前画直线，鸡就会感到来自祖先的恐惧，进入强制控制的假死状态？直线、摁头，这也很像人类的自动化屠宰线呢。看来鸡体内不仅写着美味基因，还写着吃得少、长得快、易宰杀。这真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鬼故事啊！但现实当中，人类还真的利用这个鬼故事的原理，制造出来了上万亿只肉鸡。这背后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。时间回到1948年，美国农业部和 AP 公司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明日之鸡大赛。他们想在全美评选出最极品的冠军肉鸡，它必须拥有更硕大的鸡胸、更大的鸡翅根、更丰满的鸡腿，而且还要有更快的生长周期。
当时人类饲养1斤猪肉需要6斤饲料和8个月的时间，饲养1斤牛肉需要12斤饲料和14个月的时间，而饲养1斤鸡肉只需要不到3斤的饲料和4个月的时间。AP 公司的科学家说，鸡身上有很多远古 bug， 如果好好利用，鸡肉的产量数据可以达到1斤鸡肉等于2斤饲料加8周时间，而且养殖1只鸡只需要一张 A4 纸大小的空间就足够了。选秀大赛办得很成功，12周以后，甚至有一个代表明日之鸡的鸡女王乘坐花车游行。后来，这些冠军鸡、亚军鸡就变成了今天所谓的白羽鸡。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培养，他们现在有多夸张？一张照片就可以说明问题。只需要56天，他们就可以长到8斤4两，而1957年才只能长到1斤8两。现在这些白羽鸡已经做到了1斤鸡肉等于 1.6 斤饲料加42天的时间加 B5 纸的空间。这些白羽鸡已经攻占了中国 40% 的鸡肉市场和几乎 99% 的欧美鸡肉市场。白羽鸡无法繁殖稳定的后代，它们被农业公司用一系列复杂的遗传学方法处理过。你想要养这种肉鸡，必须每年向它们购买鸡苗。虽然不像都市传说中说的一样，它们都是有6条腿、12个翅膀的变异鸡，但在它们短暂的42天鸡生当中，真的是很悲剧。破壳前21天，它们还是鸡蛋的时候就要被注射疫苗，这是为了防止禽流感，提高孵化率。破壳后的前2天，它们在传送带上面度过。注射疫苗、喷洒疫苗、人工筛选一系列操作以后，它们将被装入集装箱，准备送往养殖场。养殖场是一个大棚，没有窗户，阳光、通风、温度全靠电脑控制。红色的管道输送水，黄色的管道输送饲料。白羽鸡长得快，8分靠基因，2分靠饲料。42天以后，它们已经胖得走不动路了，但事实上，它们还是个宝宝。因为鸡的寿命一般在5到10年，最长寿的一只鸡活了26岁。这个时候，它们只相当于人类的8个月左右，可能连太阳都没有见过。接着，它们就被送上了自动化的屠宰线，然后被分拣、包装。鸡爪可能来了中国，鸡胸去了美国，西班牙人拿到了鸡翅，俄国人拿到了鸡腿。霸王龙的后代竟然是这么悲剧的下场。受伤的不仅仅是鸡，也许很快我们就再也吃不到各种美味的土鸡了。上海的白斩鸡，东南的三杯鸡，广东的白切鸡，海南的椰子鸡，云南的汽锅鸡，重庆的辣子鸡，四川的宫保鸡丁，还有新疆的大盘鸡，东北的小鸡炖蘑菇，这些都将成为记忆中的味道。但最后，科学家又讲了一个怪怪的故事。在夏威夷的考爱岛上，生活着上万只重新野化的家鸡。原先岛上有大型的养鸡场，还有数千年前被玻利维亚人带到岛上的野鸡。1982年、1992年，飓风2次袭击了小岛，养殖场被摧毁，家鸡逃跑了，在森林里和野鸡交配，几代以后，它们迅速野化。现在，它们在小岛上自由地生活着，在绿化带里安家，在停车场上做窝。野猫会吃掉落单的小鸡，母鸡会定期孵化小鸡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原生态。人类想用网枪抓住它们都很困难。看来，即使是养殖场里的白羽鸡，它们也还保留着重回自然的本能。一旦人类衰败，养殖场里几百亿只鸡就将重回自然，接管地球。看到这里，故事充满了希望，但科学家紧接着说，鸡的记忆力很好，它们会用30多种声音进行内部交流，鸡还会感觉到疼痛，会和人类一样做梦。所以鸡接管地球以后，会不会向人类复仇，成为灭绝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了？毕竟它们体内还有霸王龙的基因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挖开地层前来考古的并不是外星人，而是这群鸡的后代。他们会说，鸡星际出现过一群贪婪的猴子，他们很有智慧，但很快他们就被自己的贪婪和智慧灭绝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，富人说，鸡骨头、微塑料、核污染，原来这才是人类的墓志铭。